毛哭耗子，这鬼子六也真能想得出来，吃的西餐还不付账，还把账单留给我们。军统的人去过回春堂中药铺。对呀，他们把郎中陆汉卿请到了鬼子六所住的医院，经过调查，军统的不少人都好姓陆的这一口。鬼子六也去那抓中药，阴天下雨调整枪声什么的。看来这个陆大夫不光是能调陈真儿的毛病，还能调鬼子六的毛病。不愧是杏林圣手，男女通吃呀！给我盯死的那个小药铺，哪怕是扫地上门板的，都不能放过。到桌子上，把那个信封给我拿来。这是我舅高先生的死专门写的报告。我现在就要去拜见叶先生，请他转呈蒋委员长。这合适吗？叶先生说了，随时恭候。这件事已经惊动了厉老，他也会出面的。担担面喽，担担肉，担担面，还有大馄饨啊！来碗面。哎，好嘞。要得你少做一下啊。搞什么搞嘛？有货让他送给我就行了。我们两个不能见面，无组织无纪律。来，老板，你的面。啊。担担肉，担担面。任务都知道了。嗯。这次戴笠让你和鬼子六执行任务，你离他距离最近，所以要把握住近距离的机会，干掉鬼子六。戴笠会不会怀疑我了？秘书科那么多人，他为什么偏偏选中我？我资质又一般，上次是我通知郑耀先去神仙洞代公馆的，此事没有几个人知道。结果鬼子六在去的途中遭到咱们游击队的枪击。依戴笠多疑的性情，他不可能不对我产生怀疑。应该不会，否则戴笠就不会让你再接近鬼子六了。要知道，鬼子六办的事儿都是军统的绝密。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干我们这一行，切忌喜形于色，肢体动作不能太多，敌人会从这一点上摸清楚你的心理。嗯。这次跟鬼子六前去，到底为了什么事儿？这个还不知道。郑耀先这个禽兽嘴巴很严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目的地是陕北。担担肉，担担面。为什么？上次在玫瑰饭店西餐厅吃饭的时候，鬼子六问我想吃点什么，我说不饿。他就说，如果现在不吃的话，再过几天想吃也没得吃了。他还问我有没有听说过小米。这个王八蛋，胆子也太大了。如果他敢去陕北，我们就瓮中捉鳖。我马上给延安发报。我这么急着见我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到了陕北，我能见我父亲吗？当然可以，但首先要完成任务。那您见过一张我们家的全家福吗？什么样的照片？一张在上海王开照相馆照的全家福，我们一家3口，父亲、母亲还有我。您和我父亲当年一起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，当真没见过这张全家福？这张全家福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照片。妈妈牺牲了，我想找到她，做个纪念。
戴老板临走前的吩咐，我可都置办齐了。记者证、摄影机，里边还有一部微型电台。我伤病未愈，还在住院，这一点一定要让外界知道。你住的那间病房，我会24小时派人把守，咱们唱足了空城计。阿六，我可听到消息了，中统的当家人叶秀峰去委座那里哭天抹泪，陈立夫也出面了。老头子开始亲自过问高占龙的死因了。嘿嘿，他高占龙毕竟是中统的一方大员，委座以领袖的身份表示一下关心，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况且，高占龙可是知道不少党国的秘密呀。那戴老板的秘密，他也知道。你说呢，四哥？无非是给那个姓胡的电影明星走私点香水、丝巾什么的。16群下，哪个英雄不气短呢？反正高占龙死了，很多事儿也就成了过眼云烟。再说了，有些事儿，那是宁可信其无，不可信其有。戴老板特意从青岛打来电话，问你有没有动身。老板不是去北平了吗？是啊，他昨晚从北平去了天津，然后飞青岛。山城的有些人容不下他，弄得好像是万人同声，千夫所指。维族还搞了一个新8人小组，我看啊，全是冲他来的。出去走走也好，散散心，顺便视察一下各地的宿奸案情。他这次去青岛，那是要会见美国第7舰队的科克。我想，有了美国佬的支持，兴许国府的某些人对戴老板应该收敛一些。老板还有什么吩咐啊？这吩咐跟你没关系，那是命令我查他专机的地勤，在青岛仓口机场，为什么突然换人？结果呢？有人密令北平马汉三，让他暗中着手。有人？那可就正中了马汉三的下怀了。他利用收缴日伪财产和宿奸的权利，没少捞钱。他的那点事儿，一旦戴老板知道了，脑袋得搬家。这一旦有人以委座的名义，甚至委座亲自发话，这马汉三可就借坡下驴，公报私仇了。伴君如伴虎啊！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阎王叫你3经死，谁敢留你到5经啊？四哥，自求多福吧。我走了以后，你一定要注意那帮疯狗。他们现在学乖了，咬人真他妈不露齿。六弟啊，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自己吧。共党恨你不死，那可不是3天2天的事儿了。你这次知道虎恶，还是要把自己往虎嘴里塞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6哥的人了。多多关照。既然大家同是在一口锅里吃饭，规矩你懂吗？还请哥哥指点一二。军统的这帮兄弟呢，有几个没受过6哥的恩惠。他这个人呢，关键时刻宁舍自己，不舍兄弟。规矩就一个，别有二心。兄弟愚钝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这次跟6哥出门，我不想知道去做什么，但是有一点，如果6哥能回来，你就可以回来；6哥回不来，你也就别回来了。
我的这些话还会有许多兄弟跟你讲的，别嫌烦。奇怪了，军统对外宣称啊，鬼子六是伤病未愈，闭门谢客。看他的样子，根本就不像下不了床的人。在玫瑰西餐厅，他是又吃又喝，胃口大的像头牛。他在糊弄鬼！别管他，继续。后来他就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鬼子六要闭门谢客？是的，在玫瑰饭店门口，我们有不少人都见过他。那你认为，他说伤病未愈，会有人信吗？这不明显糊弄鬼吗？可这鬼究竟是谁呢？他明知我们中统不会信，他究竟要隐瞒谁？瞒天过海，掩人耳目，也许是瞒不了我们，八成冲共党去了。刚阴了我们，又冲着共党去了，两面树敌，他不嫌累。也许这一次，他是遭受了我们和共党的双重暗算。组织上有什么指示？最近，军统电台突然加强了对沿岸方面的监测，总部行李通知风筝，迅速查明原因。怎么，有困难吗？恐怕风筝早就开始调查此事了。那都是事实，都能抢在前头啊。苏区来的老同志嘛，张国焘也是从苏区出来的，和他现在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。曾默仪提供的那份名单还漏掉一个人，应该是74个，还有一个代号叫英子的，代理那个老瞎子鬼得很，没有把他写上去。什么？做到。这问题严重了，一旦影视和湖中南部相互配合，那……所以我们必须抢在国民党对延安下手之前，把这个人揪出来。怎么找啊？我得马上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。对啊。拿着，取药房取药。出门把眼镜摘了，你这个样子，戴起眼镜也不像个文化人。我是近视眼，不是文人才能佩戴眼镜的。你身体那么好，哪像个病人？下次你不要到我这儿来取情报了。瓜皮，来嘛，也找个病歪歪的人来嘛。有个家伙从回春堂药店出来了，身强力壮，不像是看病的。跟上去，看他去哪儿。跟上。这家伙领我们走了好几条街，没有找人的意思，也没见他回家。他一定发现你们了。什么？此前他有没有注意周围的环境？他走着走着，突然回头看了一眼。你们有没有露馅？应该没有。兄弟们都是本地人，穿的都是便装，枪都藏好了。
他回头看时，有没有人躲进一条巷子？有啊。可什么？那是一条死巷。动物在回家之前都会想到要看看周围的动静，有没有盯梢，有没有埋伏，更何况人呢？你们现在把重点放在他回头看的这条街上。这家伙转身回来了。看死他！巢穴可以肯定说就在这条街上。你们等着，我马上就来。包子多少钱？1毛。出事的是我们的交通员吗？今天是他和我们接头的日子。这个王八蛋，故意引我们开枪。闪开！各家各户都出来认人，不出来，给我抓起来！他们要各家各户都去认人。看认识吗？看打在地上了！认识吗？哎呀，快出来！看认识吗？看你们认识吗？睁大眼睛看好了，这是谁家的人？他要到哪儿去？说出来有赏，说出来，和他一样的下场。哎，都看清楚了啊！认识吗？说，你要到哪家去？想活命，还来得及送你上医院。那就让你的血在这流干。我看你到底有多少天！不认人，我让你认尸！认尸！我让你们认尸！认尸！认尸！田先生，你还能不能办点事了？目标反抗，兄弟们迫不得已才开枪。这不是变相给对方通风报信吗？兄弟们也是没办法呀。别废话了，立刻封锁路口。对，还有后街。谁让你封锁后街了？下边是嘉陵江，往那儿逃的人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还愣着什么？
六还没走。王科长，马上走。江心把那张全家福照片带走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由山城飞往延安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您抓紧时间进站登机。哎，你干嘛？我的皮靴，应该你是有所了解，你却偏偏还往枪口上撞，我就只好成全你了。你穿成这样，要干嘛去啊？选美？相亲？这高跟鞋能走陕北的山路吗？难道让共军给你修条道？我可不是危言耸听，就你这些，陕北的老太太都能追上你。一旦你暴露了，我是一定要自己跑路的。美国教官的那一套，充其量也就是对付一下纳粹德国。要想对付共产党，我敢保证，不出3天，你就会被共军的照妖镜把白骨精的原形给照出来。错就错了，干嘛这么说人家啊？别跟六哥顶嘴，都是为你好。干咱们这一行，错一点就得身首分家。江小姐，你说你挺漂亮的女子，干嘛不找个好人家嫁了呀？做个贤妻良母，多好啊！非得干这个职业？去，到洗手间把衣服换。有的换吗？有。什么情况？鬼子6在九龙坡机场，有一架飞往陕北的专用飞机，是军调小组的。他要去共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查出他去共区的目的。好。这个世界什么时候轮到军统来扮演和平大使了？不要打草惊蛇，要旁敲侧击，一点一点弄清楚。那军统这帮混蛋正盼着我们找事儿呢。回春堂姓陆的郎中怎么办？我要的是活口，而不是一具带走秘密的尸体。他是扭转败局的关键。密谋。我要叫那个鬼子6人还没有到之前，延安就给他准备好了口袋，只等他钻进去。你去一趟回春堂中药铺，告诉陆汉卿，也许他还不知道交通员已经牺牲了。1946年3月17日，郑耀先搭乘飞机前往陕北，随行人员一位是中共山城地下党的江心，一位是国民党军统的龚树。这2个人临行前，都分别从自己的上级那里接受了除杀郑耀先的任务。而当天上午11点45分，戴笠的专机第西47型222号专机也从青岛仓口机场起飞，前往上海。刘哥，你怎么不睡会儿？这伤才刚好。你把摄影机带好。哎，到了共区，我都不敢想，他们会用什么来招待咱们。放心吧，我们不会饿肚子的。我听说啊，这共党招待客人，连豆腐和土豆都能摆上宴席。共党敢拿这些东西招待客人，说明他们不按常理出牌。一个组织再穷，难道连顿像样的饭都请不起？所以啊，像共党这样的对手，一定要千万小心，否则就会全盘皆输的。
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将陕北共区团团包围了。如果连这几个土包子都消灭不了，那些领军将官恐怕也不是一般的反动。蒋委员长43年就亲自审定了对陕北共区作战计划，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。可结果呢？有人通共泄密，他胡宗南也就只好作罢了。你说胡长官身边是不是有内鬼啊？徐恩曾的身边，当年如果没有钱壮飞，共党中央就会在上海被满门抄斩。小隐隐于野，充隐隐于市，大隐隐于朝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're arriving at the military demarcation lin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. The plane will land at Kuomintang-controlled temporary military airport in 10 minutes. Please get ready and fasten your seatbelts. 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，也许共产党早已经决定好了我们此行的命运，正在张望以待。您就这么了解共党？跟他们打了很多年的交道，他们比戴老板都了解我。蒋小姐，我不得不再一次的提醒你，到了共区，你不但要管好自己的脾气，更不能随意走动。你想要说什么？共产党虽然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，但你过于招摇，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。真不知道戴老板是怎么想的，找个惹眼的女子跟我去陕北。陕甘宁边区没有女人烫发，更没有女人抹口红。报告，坦科长，前线电话已接通。走。喂，哪位大首长？您慢了点说话，我这打仗呢。韩小武，我是韩冰。韩科长，你打来电话了？怎么还没撤下来呀？哎呀，不是我不撤。哎，这国民党一说到逃跑，他比谁跑的都快呀！咱这还没动用正规部队呢，你看看国民党的怂样，就会摆架。咱一位老民兵同志都说了，这国民党和咱小战，咱不能让他白来一趟，就得教他一下，这仗给砸的。小武，马上停手，别打了，这是上级的命令。啥？这形势可是一片大好啊，这咋能撤呀？叫你停你就停，还有，马上办理手续，到保安处报到。保安处？我是侦察兵，啥事儿没有，让我去那儿干啥？哎，我马小虎向毛主席保证，我出身贫农。祖孙三代都受剥削压迫，哥们立场无比坚定啊！我2个哥，一个跟过刘志丹，牺牲了，还一个去了陕甘根据地。再加上我，这都没犯过大错误啊！谁说你犯错误了？你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哪来那么多怪话？服从命令。是。全手封号！同志们，冲啊！冲啊！一个营，一个满编的加强营，被几个泥腿子给熊成这样，这男人没有雄性，还有土性吗？
你们还有脸回来啊？不害臊！一群饭桶，用沙泡胶把自己淹死算了。这真有血性呢！这帮犊子还给你打到不着面，这儿藏一下那儿躲一下的，你这一冲上去吧，这摸不着就踩地雷了。等你这一撤，好家伙，这满山遍野敲锣打鼓全都追上来。团长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就跟俺们捅了马蜂窝这种打法都没见过。奶奶的，谁不过活啊？这种打法没见过。人家是把当年打鬼子那些招全给你们用上。鬼子为什么不怕咱们正规军吗？为什么怕那些土八路？人家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报告，起来！你们都下去。刘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喂，戴笠失踪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戴笠的专机因上海大雨未能在龙华机场降落，目前已不知去向。田营长，田营长，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我又不聋。黑花男，是不是又打败仗了？行了行了，你也别上火了。你跟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，从瑞金当小连长的时候就开始打，一提败仗，连我都习惯了。这要是打赢了，那倒是意外了。刘哥，好，好，好，打人不打脸，揭人不揭短。这次我们一行3人，记住要保密。是。刘哥，有这么个情况，上海特务站的李仁士一行人下午到龙华机场去接戴局长。接到了吗？上海突降暴雨，戴局长的专机未能如期降落。可情况异常的是，飞机在天上跟地面失去了所有的联络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3城的电讯总台已经给全国军统组织发出了密电，要求严密查找222号专机的下落。刘哥，你说局座会不会？好说。老师，别动。金营长，他想开溜，被埋伏的兄弟逮个正着。我抗议！我真的没想开溜，我是做堂的，不出征，统治招牌的人啊，一个个吊甩甩的，总是绑着我去给人看病。我胆子小，经不起折腾。陆先生，郑耀先找你，是不是为了看病？我不知道。我们找你来，绝不是为了看病。我们都别装散了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们知道的一清二楚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也不会把你请到这儿来。那我就搞不清楚你们啥意思了。喊我来又不看病，那我到这儿来咋子呢？说说话。比如，
你的上级是谁？你的下级是谁？他们都住在哪儿？如何跟你联系的？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上级、下级、任务，我不懂。牙尖嘴利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 CC 系和军统不同，他们喜欢用刑逼供，而我们则力主说理劝降。陆汉卿，关于你的马列主义和共产党员的信仰，我愿意跟你摆摆龙门阵。哎呀，哦，你看，我哪有时间给你摆龙门阵嘛？药铺里面好多病人还等着我去给他们开方子，都是些老雇主，得罪不起。真的，我还是走了算了。看来你是不打算走出这扇门了。我主张情报工作讲究技术，不喜欢蛮干，走军统那种野蛮的土匪路线。你这完全是逼良为娼！把他给我带过来。让我走了啊！过去。外面有个枪水池，这个人马上就会永远的消失，连一根头发丝都留不下来。怕了？怕。18层地狱里面才有这样的酷刑，哪个不怕嘛？除非脑壳进水了。田先生，我们恐怕遇上麻烦了。像这种的共产党人，兄弟们凭经验见得多了，如此的临危不惧、从容不迫，你是十有八九想挨到死。上电刑。哎，我打字，哎，打字，哎。没啥说的，是。我也不想和军统成为一丘之貉，对你动刑实属不得已，算我恳求你。这么说吧，别坏了我的江湖规矩。我没有得罪哪个啊，咋的呀？咋子嘛？继续。陆郎中在不在哦？站住！追！站住！追啊！快！快点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快！快追！
报告。还没换衣服吧？先去洗把脸。这有啥可洗的？让敌人从眼皮子底下就跑，我都没脸了。个人卫生还是要讲的，省得在公众面前给我党丢人。洗脸。我丢啥人？有新任务了，国民党军调小组已经到陕北了。你我呀，要保护我方代表的安全。这才刚打完，这和稀泥的就来了？什么刚打完啊？还没开始打呢。你以为军调小组此行的目的就是你们那场小规模的战斗啊？哎，这国民党真有意思啊，就像那耍赖皮的小媳妇儿，一打败仗就找娘家做主，满地打滚啊。这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候，可没像这么积极主动啊。这嘴全长他们身上了。哪来那么多怪话？他们战场上得不到的呀，也休想在谈判桌上得的。那是。报告。什么？节目。哪来的？山城地下道。起走。咋了？我们的死对头来了。你看当兵的哈，太大，这外国人打人的啊，别尖叫。你好，欢迎，陈国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那个女八路看你的眼神有点不对，咋了？他的眼神要是对，你就算见到《聊斋》里的女鬼了。有一个人的眼神不对，总是在看一些和他不相干的人。去告诉江西，申请去延安采访。就是那个死对头。就是他。欢迎各位来到延安，我相信延安会给你们留下美好的回忆，请。同志，我是中央日报的记者吴婉君，请问我们可以到延安做采访吗？中央日报啊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如实报道。中央日报能说实话，我都没听说过。这太阳打西边出来，我都能生娃。这位小同志可真会说笑，你可太幽默了。我要和上级请示一下，争取尽快给你答复。好的，谢谢。听说你们延安有沿河，还有宝塔山。是。行。咱们的对面就是胡宗南的主力。这段时间，国民党啊，没少搞摩擦，目的就是为了发动内战，再找借口。你们打的那一小仗，只是个序曲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到了真要动手的那一天，就是没有借口，他们一样会挑起事端。铁了心当婊子，就顾不上立牌坊。我懂了，就好像我们村那个老财主，这头一回借粮食给农户，还偷偷摸摸的。这回数一多了，胆子就大了，净添些陈糠烂谷的充好粮，还往里掺沙子，对不对，首长？韩科长，有情况？一个大特务带着一个小特务，打着记者的名义，想要到延安采访。想给咱们送俘虏啊？那还客气什么？照单全收。这回是军统啊，还是 CC 啊？这个人的来头可不小。他叫郑耀先，绰号鬼子六，是军统王牌中的王牌，戴笠手下8大金刚的老六。情况可靠吗？山城地下党发来的电报。这个人的双手沾满了我们无数同志的鲜血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，哪个恨他不恨得牙疼啊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既然唐僧肉都送上门来了，哪有不吃的道理啊？唐僧肉。答应他的要求。
请君入瓮。还是招了吧，少遭点罪。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，我们走到一起来。中国人民，你想说什么？正在受难。中国人民正在受难，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。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。我们要努力奋斗。我们要努力奋斗。要奋斗，就会有牺牲。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，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，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，我们为人民而死，我们死得其所。他念的这是什么经啊？这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，中共的《新华日报》刊登过，关心政治的老百姓都知道，不足为怪。《新华日报》是中共在国统区的合法刊物，在山城公开出版发行。念上面的东西，只能说明此人思想已被赤化，证明不了什么。你要是每天多看点报纸，就不会把这种笑话当成证据。你们也要好好学习。刚才陆先生说的，才是真正的革命思想。共党的书籍，并非都是妖言惑众。可是，从所剩无几的4、5万的残兵败将，移居西北一方小镇，发展壮大到今日的100万之众。这都是因为他们说出了许多我们国民党不敢面对的事实。田先生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被洗脑。我们为人民而死，我们死得其所。抓起来！来来来，哎，学好啊！哎，来了！哎。请大家就坐。新闻发布会马上开始。几天前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国军士兵悄然越过刘家岭，进入我陕甘宁边区。他们的本意很简单，就是想要偷几只老百姓的鸡吃。没成想被我们警惕性极强的民兵发现，也许是他们小瞧了我们这些普八路。一经交手，他们的损失惨重，6个人只有1人带伤逃回。国军驻地长官裴华南盛怒之下，在非军事缓冲区挑起了战事，我方并未派出正规军，只是一些从4方赶来救援的民兵，就消灭了1个加强营。在有效控制了战事之后，我方主动停火。具体情况就是这样。下面是记者提问时间。我是中央日报记者金默然，我想请问，在贵党的辖区是否可以进行自由的新闻采访？我们欢迎正常如实的报道，但是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报道，我们坚决抵制。贵党所谓的别有用心的依据是什么？刚才贵党承认是在中华民国的辖区，那么所谓的别有用心，
是不是要以中华民国的法律为准绳呢？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们欢迎正常的新闻采访。如果以采访为由做一个记者不该做的事情，我相信就算是民国的法律也不会给他提供庇护的。那就是说，民国的法律管不到贵党的辖区了。就像在贵党的辖区通行的，并不是中华民国的法币，而是陕甘宁边区的边币。对不起，时间有限，谁还有提问？哎，您还没有回答问题呢。陕甘宁边区是国民政府所辖不假，但它属于特区政府。之所以发行边币，一是法币它面额比较大，不利于人民日常之用；第二，我不得不遗憾地提到1941年的皖南事变和1943年胡宗南对我陕北进行的闪电进攻计划。那请问贵党，中华民国的法律在贵方辖区是否有效？只要人民愿意接受民国的法律，那就有效。去延安采访的事儿，江心有消息了吗？他用美国教官那套对付女共党，恐怕要撞枪口上了。今天那个女共党的新闻发言人，您知道他吗？42年的时候，鬼子西山联队包围了八路军的一个小分队，7天7夜。后来汉奸送来了一封劝降信，这个女子就说了一个字儿：滚。想不到他还挺有个性。这鬼子六是啥猫啥狗，看咱首长的表情，就好像他像个妖怪。知道太平洋战争吗？知道，你上国际军事课的时候给我们讲过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，军统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想要分析出日本的海军军事动态来。面对30多万份的情报，花了1周的时间都毫无进展。你知道这个鬼子六一出手，找到决定性的情报，用了多长时间？半个小时。这么快？对，就一份关于日本能源的储备报告。这跟小鬼子打仗似的。他根据这份报告推算出日本缺少橡胶、石油等战略物资，他断定日军不会北上去打苏联，而是要南下去橡胶、石油的产地东南亚的美国殖民地。凭着一份干巴巴的表格，哎，就知道小鬼子一撅屁股要拉几个分袋。所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英国军情6处同时备案的中国特工。这特工不就是搞破坏啥？你说的这叫战术特工。还有另外一种，就像鬼子六这样的叫战略特工，专门靠玩脑子吃饭的。玩脑子吃饭，那就更阴更狡猾呗。有一年，鬼子的一个大队祸害了我们的一个村子的老百姓。他知道了以后，率领部队追了7天7夜，把那帮鬼子彻底干净地消灭在了荒野中，并且给前来收尸的鬼子留下了一封信，信上写了9个字儿：明犯强悍者，虽远必诛。那我知道他是谁了，他叫韩冰，也是我们这行当中最出类拔萃的特工之一。据说在日本情报机关的黑名单上，他的名字就在您后边。我们的保密部门跟他斗争了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赢过他。你说他是个省油的灯吗？那还跟他客气什么？等他一进边区，直接拉出去，嘣就枪毙了。没啥说的，两国交战，先杀侦探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对于祸害庄稼的害虫，咱也不能手软啊。这人吧，喜欢开门见山，健康催眠。这你把我当根葱，可我确实不是那块料。你拿镜子照照自己，一脸憨相，相貌平平，扔在人堆里能找得到你吗？还有，你为人随和大大咧咧，是个见面熟，和谁3言2语都能攀上个亲戚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跟人家称兄道弟的，不正是干这行的好苗子吗？
轻点行不行？没看见我在睡觉呢。共党给回话了吗？同意了。怎么了？共党的办事效率没这么高啊。这会儿集体讨论个10天半拉月的，那都算奇迹。你是不是又把美国教官那套用在共党身上了？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个烂舌头！六哥。带这么多罐头，干嘛？啊，我怕吃不惯这里的饭。啊，你是怕共军的粗茶淡饭满足不了你娇贵的胃？嘿嘿，干我们这行的就应该这样，未雨绸缪嘛。韩科长，为啥就不能把鬼子六直接抓起来？那机杆枪顶他的脑袋上，不信他有啥咒念？你能想不到，他会想不到。新闻发布会上，他向外界已经透露了要来延安采访的事情，这叫未雨绸缪。他是想要逼得我们呀，投鼠忌器。我已经向外界透露了我们要去延安采访的消息，这叫逼其就范。我们会安全一些，毕竟共产党会考虑到影响2字。自打去年国共双方先后打了上党、平绥、平汉、荆楚、山海关几仗，可是毕竟在美国佬马歇尔的调停之下，下达了1月停战令。奇怪的是，好像共党早就知道我们会去延安。是啊，我们既不是中央代表，又不是国府大员，中央日报臭名昭著啊，没少给共产党造谣诽谤。人家能这么快的答应我们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请君入瓮。然后呢？瓮中捉鳖。谁是鳖啊？也叫关门打狗。这个鬼子六，今天我差点折到他手里。当时你很被动。他的确老了，我在不知不觉中就入了他的圈套，能够脱身，那是运气使然。在国统区对他下手，那叫自不量力。所以呀，要关门打狗。六哥，我听别人说，世上能看穿六哥心思的，当属凤毛麟角。那这个女人，能不能算得上是您的对手？新闻发布会上，韩冰成功的跳出了我的圈套。韩科长，这回我得批评你啊！以前你面对困难，从来都是发扬革命的大无畏主义精神，这人倒是不倒。这回怎么了？像半年没见过雨的庄稼啊，登天了。我是没有把握，这么多年，鬼子六是第一个令我倍感吃力的对手。不出意外啊，那个韩冰会留意我们此去延安的真正目的。十有八九，他已经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去找陈国华同志，让他请示中央，下令边区所有的有关人员密切监视和鬼子六接触的人。就当他是小鬼子的毒瓦斯。他来延安，绝不是到此一游。如果是简单的任务，军统不会派这么个王牌特工来，他肯定是来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。你说他在当地也没个熟人，哎，这没人配合，他能干嘛呀？他是有备而来，不会是孤掌难鸣的。你是说，
他在咱们内部有同伙，前一段不是刚揪出一批国民党狗特务吗？你以为揪了一批就没了？万一还有呢？也是，哎，这能跟鬼子6接头的人，肯定不是善茬。没准是一条我们想不到的大鱼。姓陆的怎么样了？行迹用了一遍了，什么也没说。送他上路吧。不，留着他，总会有用。既然直接价值用不上，那就看看有没有间接价值。田先生，什么直接间接？按我的吩咐去做。还有，让弟兄们没事多读点书，别出去赌博嫖女人，特别是共产党的那些书，一定要吃透、钻透、融会贯通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何必谈马色变，谈红色变？论反共，军统比起我们中统，只能算是小弟。长期以来，上方一直希望派人契入共党内部，可是不知道对方的语言习惯和信仰，你怎么能深入虎穴？要让弟兄们必须要熟读马列主义著作，上边派专人拟定的联共党史，一定要分组学习。3个月后，给我找出一批能熟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文章的人，我要当面考试。过关者嘉奖，树立典型，号召弟兄们向他学习。你说兄弟们都看了那些东西，都被洗了脑，你为什么不找一些和共党有深仇大恨的人？那些资本家和地主家的少爷小姐，不都是最好的人选吗？中国是中国人民的，不是反动派的，我们坚决相信。看见了吧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我们的统治，如果落在共党的手里，能不能像他这样，宁死不屈，坚不吐实？我的心里可一点底也没有。田先生，先总理的遗志，我们还有三民主义呢，我们呀不比他们差。那好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什么是革命尚未成功，统治仍需努力？革命指的是什么革命？统治又何为统治？我们坚决相信。先总理致力国民革命40载，不为其他，只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和平等。先总理还说过，努力向学，为为国用。再看看你们，除了喝酒、逛窑子、赌钱、下馆子，有几个静下心来看书的？和人家共党比，难道你还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吃败仗？一支不务正业、不求上进的军队，能打胜仗吗？信仰主义，完全的胜利，而革命党反动派的路线必然要失败。大家都说党国腐败，说我们不堪一击，说我们信仰主义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空有理论。我斗胆妄言，党国的军队要想打败共大，缺少信仰，势必为出师身先死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，
不知信仰为何物，活着无非行尸走肉。歪曲里森林，心无信仰心，恒被他小觑。红树，哎，六哥，你把这个拿给江西。凭他那个见风就倒的身段，能抗冻吗？再说他带了一大包罐头，那分量也不轻。你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呢？去告诉他，这是我的命令。至于他能不能扛得动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也是。路上如果发生意外，被共军发现了摄影机里的微型电台，记住，丢车保帅，千万不能落对方一口实。关键时候，不惜牺牲江西。至于他的罐头，你就更不用操心了。很快，他会把那些罐头消灭得一干二净。我刚和上级通完电话，证实江心是自己人。他从延安出发，辗转到汉中，最后到山城打入了军统的机要部门。上级希望我们能够配合他，待到时机成熟，除掉郑耀先。江兴不但是自己人，而且还是江副主任的宝贝闺女。1928年，老江的爱人在上海牺牲，江兴啊，就是他身边唯一的情人。算下来，他们有4、5年没见面了。那他这次回来还早吗？除掉郑耀先，他的身份也就暴露。我打算让他留在边区，你要注意他的安全，在郑耀先身边，伴君如伴虎。一旦发生情况，马上通知他撤离。江心这么年轻，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，在这么一个王牌特工面前，难免不露出破绽呀。这也是我担心的。论经验，和郑耀先比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我把他交给你，也是因为在我们身边，能对付郑耀先的，只有你了。是。你怎么冷成这样？要你管？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我本来瞧你这样还起了恻隐之心，想把我那床毛毯给你抱过来。现在好了，对我这态度，免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六哥发话了，叫你保管这台摄影机。这么重的家伙交给我？不是我要交给你，是六哥要交给你。你们这群臭男人也真忍心！东西和话我都带到了，同不同意那是你的事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要干嘛？六哥没事走吧？要是有事，我先走一步，你随后跟上。要是谁做不到，别怪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我又没欠他什么，我凭什么替他死？你欠不欠，欠什么我不管，但是你一定要做到，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。我们的女人绝不能落在共党的手上，这是家规。进入军统就是生进死出，站着进，躺着出去。怎么才能找到影子呢？能在共区潜伏多年，说明他和郑耀先是一样的人。郑耀先在军统被称为最坚定的三民主义者，那影子藏匿于革命队伍里，可能就比共产党还要布尔什维克。边区这么大，找他无异于大海捞针。就要去延安了，梦回延安，在郑耀先的梦里已经去过多回了。
迎欢迎，我叫韩冰，诸位此次在延安采访期间的衣食住行以及人身安全由我负责。我是老常，你好。我应该称呼您金先生对吗？鄙人金默然，我在向贵军提交的申请函当中填写了自己的履历。中央日报的确有一个叫做金默然的副主编，只不过见过他的人不多呀。写字儿的人嘛，从来是以文会友，加之鄙人不太喜好抛头露面，倒是韩小姐的大名，鄙人远在山城之外，早有耳闻呐。我只知道我在军统的黑名单上名列前茅。金先生，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的？是山城军统的郑先生告诉我的。郑先生？郑先生说，贵党有位巾帼英雄，把小日本鬼子可给折腾惨了。日本驻华北情报部36名高级谍报员，被他弄疯了35个，有一个还是因为自己想不开，喝了药。这川岛芳子又怎么样？跟他一过招啊，这内分泌就失调了，喝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药，到现在说话的嗓门就像个大老爷们儿。金先生了解的还真不少啊。谁让我是记者呢？请上车。好，有劳，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田先生，姓陆的就不必为他犯愁了。我早就说了，砍了算了。鬼子6进入共区了吗？是。他此行的目的会是什么呢？你就别为难我了。我要是能猜出来，我就成了鬼子6了。那你说郑耀先是共党吗？那要看他回不回山城。如果他回来呢？这就很难说了。你说鬼子6会不会去投共？戴笠的专机失踪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一是飞机迫降在共党武装管理的地区，二是戴笠的飞机已经失事，他已经到了阴曹地府。不管什么原因，鬼子6都失去了靠山，人红是非多呀。军统里有不少人看他不顺眼，早就想把他做了。就凭死在他手上的那些共产党冤魂，他去贴共党的冷屁股，人家未必会给他热脸。共党山城的秘密电台早就把他去陕北的消息通报给延安了，他这是在往铁笼子里钻。可是高先生生前就怀疑鬼子6是共党，一个敢发狠把中统大员当鸡杀的怪胎，本身就不是一个好惹的刺猬。郑耀先不管是不是共产党，再这么等下去，也不是个办法。高先生死不瞑目，高君宝还躺在精神病院里，疯疯癫癫的，看见红色的东西就抓狂。此仇一定要报！这是顾万军小姐的物品，她是中央日报的记者。你好。你好。韩小姐，贵军跟国军在刘家岭非军事缓冲区干了一仗，听说大获全胜。这还能有假呀？如果不信，你可以问一下我的部下马小武同志，他亲身经历了这场小战斗，他会动用他丰富的面部表情，给你描述一下国军是如何的丢盔弃甲，逃跑的速度比野兔子还快。可是
以贵军的战斗力，我纠正一下，参战的不是我们的正规部队。真的？民兵同志们都说了，对付几个偷鸡的贼娃子，让我们的主力部队出手，那有失主力的身份，这叫脱裤子放屁。可能韩小姐还不太了解国军。那玉仙桂会战是怎么回事？小鬼子都快完蛋了，国军还被他们打的是狗撵兔子追的。还有花园口绝地，好像也不是我们八路军干的吧？哼，牙尖嘴利的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据说3省44个县的老百姓可都惦记着找蒋委员长做主呢。另外，冈村宁次为什么没有上战俘名单呢？华北的老百姓还以为他踩着国军的美式地雷一命呜呼了呢。金先生，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不是要如实报道吗？我在听你说。有人跑到邻居家去偷鸡不成，反倒打一耙，说邻居先动手打他。你说对于这种人，该怎么形容才比较恰当呢？喂，别急了。你干嘛对我那么凶？你还嫌不够丢人啊？又不是我丢人啊！缺心少肺的傻大姐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他们这是……哦，我们那儿提倡恋爱自由，在我们延安更是主张青年男女自由恋爱，反对封建婚姻，媒妁之言，父母包办。可是我听说，你们的组织就是介绍人啊。你信口雌黄。哎，我怎么信口雌黄了？你们都是工匠人，在火热的革命大家庭里，组织就像你们的父母啊。这哪有父母不关心子女的终身大事的呢？你看什么？你要不是一副严厉的吓死人的表情，我相信这个世上没有几个女人比你漂亮。没有人欣赏，是女人的悲哀。此时此刻，你不太像个女人。我为什么一定要像个女人？欢迎你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。